这个视频主要是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新的型号 H02，因为刚推出来的这个新型号，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说这个型号跟以前的型号有什么区别或者是特色的地方，尤其是在功能和操作上，可能只是冰冷的指标，也可能看不到说它形象的到底是区别在哪儿。当然它也比较贵到底是贵在哪儿？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视频来介绍一下，主要是介绍一下 H02它不同的地方相同跟大部分功能是跟其他型号所以型号是相同的，那个我们是在基本视频里头就有这个不介绍了。大概的基本上它的唯一的优势是说它的采样率和带宽提升了很多。那在比如说几十兆、50兆以内的，或者是几赫兹的这种常规档位，它是跟482A02还有这种2002是一样的这些地方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里不介绍，你大概看一下，比如说这是1兆的1K 的正弦波大概我们看一下，它其实是一样的这是高分辨率模式是一样的两个通道这是直接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 B 上基本上是一样的这个我们不叙述。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刚才说到的 H02可以做到单通道，在单通道的时候可以做到1G 的等效采样，250兆的实时采样它的带宽可以到100兆这是它特色和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需要高带宽的高采样率的型号的时候，那 H02它就是来做这个事情的。那但是这些刚才说的这个只在单通道上有用，因为这种测高频的信号，不管你是测晶振还是测一些上百兆、几十兆的、接近100兆的这种信号，一般一个通道就够用了那双通道使用的时候，它最高的采样率呢到125兆每个通道这是一个注意的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演示一下测高频因为它的性能提升了在高频上。我们用这个限发器，我现在用限发器可以最高这个产生30兆，产生一个30兆的信号峰值检测30兆的信号我们看一下，一直到这个的时候，它采样率是125兆这是50纳秒的档位，这是125兆采样的30兆的信号这是我产生了一个3伏的信号3伏的一个正弦波然后频率是30兆。那到现在的这个状况，它是跟 A02 的水平相当的。A02 在这个时候它是用100兆采样，它也可以采30兆的信号，因为它的带宽是35兆。那你现在的这个档位50纳秒档位，我用 H02 用的是125兆的采样，它采的是30兆的信号。那到这个状况，因为125兆跟100兆差的不是很多所以你看起来 A02 也能达到这个，当然现在它是双通道B 通道也是到现在为止，它跟 A02 是一样的然后在接下来增加的性能是比如看这边这个看的还不是很明显它的你看这会有一个按钮是 H02 和 A02E 2002E 增强版E 代表增强版 H02 直接就有，这是一个合并采集的一个按钮。当你这是双通道采集某 A 通道的一个信号当你选择它以后，继电器会切换到把两个通道的 ADC 合并起来，把资源所有用了一个通道，它的采样率会翻倍。那这个现在就是250兆采样，你看它的波形是黄绿相间的，那就是说黄色的是 B 通道采的，蓝色是 A 通道采的它的采样率会翻倍那这个它的带宽，其实现在的带宽它就至少能到60兆以上35兆应该能到70兆以上这就是 A02E 的采用的做法。 A02 本身是35兆带宽， A02E 增强版你可以用合并采集，可以让它采样率提高到200兆，那它带宽能提高到60兆那到目前为止它跟 A02E 是相当的，当然不完全一样我现在是250兆采样， A02E 是200兆采样当然20号版你看得更明显一点这时候30兆的时候，这是单通道采这是通道 A， 这是通道 B 你还是可以用两个通道，这就跟 A02 是一样的。然后合并采集，你可以把两个通道合成一个通道这样你的点数，你主要看点数它的这个采样点会密集1倍是原来的2倍，会很密，这样你的波形的带宽可以提高。当然我这个相发器最高是30兆到目前为止它是跟 A02E 是相当的。那H02 更高的地方是说它可以测带宽能达到100兆，再往上频率再往上可能其他型号就做不到了那我演示一下，这个相关器已经产生不了那么高的频率这个我找了一个电路板，它上面有一个80兆的晶振有源晶振3.3伏的有源晶振，所以我们来测一下有源晶振80兆那目前只能是 H02 做到，那 A02E、A02 当然都做不到了我们来演示一下。
没接地啊，好，把地接上。好，目前现在是用125兆在采一个80兆的晶阵啊，你看它的波形还可以，有波形，但是这是错的。为什么？因为125兆采80兆，其实已经违背了相容采样定理。就说，因为我们这边显示啊，在这个位置，回头我会把截图或者是录屏一下给大家放出来，更清楚一点。现在的采样率在这儿已经显示是125兆，那你采个80兆的，其实125兆根据相容采样定理，你最多能采60兆左右，62.5兆啊，80兆已经超过它采样率的一半，所以现在采的波形是频率混叠。那你当然看，你现在频率显示是46点几兆啊，现在已经频率混叠了啊，这是因为采样率不够啊，你的频率太高了，我采样率不够。这时候其实你应该用这个我刚才介绍的合并采集，合并采集后，你现在是250兆的采样率，那你采一个80兆的啊，当然你采个100兆的也可以，80兆跟100兆差不太多啊，我没达到100兆的晶阵，那你这个就是对的，这儿显示就是个80兆的频率啊，那你这个波形就是对的，因为你是用250兆采集一个80兆的，它是在相容采样定理适用的范围内的啊，这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看它的采样点其实就很少了，因为你250兆采80兆一个周期的话，48、32、324，那3-4个点啊，3-4个点的这个样子啊，这是我们用的这个按钮是差值正弦差值。你不用正弦差值的，你会发现哦，一个周期3-4个点其实就已经很照相，虽然你能看出波形来，频率你也能测出来，但是是比较难看的啊。就是你点了这个，它就会用正弦差值。正弦差值这个东西不算作假，它是其实所有的示波器都会用这种算法。就是我知道的有限的点，其实我会插上几个点，用正弦的原理去插值啊。这个你知道就可以了，默认是正弦差值的。那这个是不带差值的啊，这是属于最高级用法，你大概了解一下就好了。好，那这已经测到了，但是已经可以用了，就是你看80兆的波形已经可以看到了。那H02还有一个更高的采样率是一 G 等效。一 G 等效的概念就是说，你看这个波形，其实它是周期性的。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绝大部分的应用和绝大部分的工程师来说，你测一个80兆、100兆的信号，它基本上就是周期性的，它不会是一个随时变化的一个信号，这样的基本很少啊。这种的应用我们也不考虑，因为那个就得用实时采样了。那等效采样对采这种信号其实是一样的，跟实时的一 G 是一样的。那就我们是在5纳秒这个档位，打上5纳秒，它现在就是等效采样1个 G。其实我们标的是1个 G， 其实我们做到的其实应该不止1个 G， 但是超过1个 G 的部分是没有用的，因为我的带宽是100兆啊，只能到100兆啊，这是我的模拟前端的限制。那你看用1G 等效采样，它的波形就比刚才明显的采样点数会多很多，对吧？这个是比较折线的，把点连起来，把采样点连起来。那5纳秒的这个档位，当然它会把余晖打开啊，余晖打开。那这个频率是80兆，它能测到80兆，它的波形平滑细致很多，它的采样点数非常多所以它其实是远超过1个 G 的那这种做法，这种等效是周期性波形会起作用，而且在周期性的波形上，它跟实时采样是一样的道理的这个大家可以百度一下，或者是搜索一下等效采样的这种机制。好，那你看到，那我测一个80兆的波形，基本上是这个样子。另外注意一点是，我现在的探头是打到乘10档的。为什么打到乘10档不用乘1档我们测一下乘1档。乘1档的波形已经超了我只能乘1档用1伏来测。波形非常小，非常小这你说，这个带宽是不是不够？它怎么衰减到这么小？这才多少？这是不到1伏那其实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探头的乘1档的带宽都是只有几兆的你测个几十兆、上百兆，你必须打到乘10档乘10档的带宽才会高，探头的带宽首先你的带宽探头会损失一部分，然后示波器才损失一部分。那你打到乘10档的话，你即便是带宽够，但是它衰减了10倍所以你测的时候你要打到这个0.1伏0.1伏。你打到乘10档，你的信号衰减了10倍，然后你不用1伏测，你用0.1伏测，相当于这边除以了10，这边又乘以10那就跟你放大倍数就是来说，就跟你用1伏乘1档来测是一样的那但是带宽提升了很多是这个道理。所以建议大家测的时候，测高频的时候，有些会说，我的测不出来，你可能打到乘1档探头。另外一些是说，你即便打到乘10档，但是你要把它放大。但是放大，我建议只用0.1伏的档位因为高频的时候，我其他的档位虽然放大，但是其他档位的放大倍数，运放的放大倍数太大，它的乘积比是一定的像0.1伏是和1伏大一点的电压，你用乘1档话，用1伏
然后用诚实档带宽高一点的话，用0.1伏，这2个档位是带宽比最好的档位啊，所以你建议用这个档位。还有的客户说，哎，我用诚实档用0.1伏也测得很小，看它这波形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接地啊，但是不是没有接地，因为我的探头的地跟示波器的地还有这块板子地都是连接我电脑，其实是供地的，但是他们的供地是很长的一个路径啊，绕了2个板子的线供地，所以地线有点长，所以你会发现，我如果把地线就近接一下，它的带宽会更高，波形会更还原啊。那当然，这个运送的顶部也是地啊，就是你需要，尤其是在高频时候，低频无所谓啊，低频你可能看不到这个影响，你可能只能看到说噪声大一点。像我们以前的案例，可能测边缘无波的时候，这个也受影响，对吧？边缘无波你需要用接地弹簧或者直接绕一个就近接地。那测高频的也是，看我如果就近接地，它的波形就会好很多啊。这是因为 H02 是1G 等效采样250兆实时采样，它可以做到100兆带宽啊。它这是我们现在实测80兆的一个晶阵啊，一个有源晶阵，80兆的波形啊，波形是不错的，然后频率也测出来了，80兆啊。所以那这个就是 H02 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其他的型号是做不到的，它可能就是刚才说的，它测到30兆，带宽30兆，带宽50兆，带宽60兆，它只能测到那些啊。大家看一下。大概看一下波形1G 的1G采样采一个80兆的波形。